南京大屠杀的前2天，一群在南京的外国人正在开临时会议，他们要划分出一片安全区，不允许日本士兵和中国人进入。而这时，满身血迹的罗伯特医生走了进来，他略带讽刺地说出了迟到的原因：就在你们喝茶聊天的这会儿功夫，有17个孩子在我的抢救下死掉了，不是因为我医术不佳，而是因为他们被日军的炮弹炸得不成人样，麻醉剂断供，这些孩子痛得喊妈妈，最后被活活痛死了。会议室瞬间鸦雀无声。这时，金陵女子学院的校长提议，把这个安全区从不允许中国人进入，改为不允许中国士兵进入。只要不进中国士兵，日本军队就没有理由对安全区里有中国百姓抱有意见。他还提议让拉贝担任安全区主席，因为他是德国人，日本军队自然也得给3分薄面。所有人都举手同意，拉贝本人也愿意担起这份责任。副主席则由美国人罗伯特担任。他们把安全区成立的时间定在明天，但第2天，拉贝却迟迟没有来。罗伯特早就看不惯拉贝的纳粹身份，他拿出一份名单讥讽道：“这是今天轮船乘客的名单，拉贝的妻子就在上面。现在拉贝怕是也跟着逃命了吧？”女校长不相信，他们来到码头，真的看到了拉贝的妻子上了船，但拉贝本人并没有走，他不是临阵脱逃的人。等他安排好安全区的事，再回去跟妻子团聚。轮船刚驶出港口，日军的飞机突然出现，对轮船狂轰乱炸。原来日军要来一个下马威，没有他们的允许，任何人都不能出城。看着轮船被炸沉，拉贝没有丝毫的反抗能力，他只能悲痛地喊着妻子的名字。这一夜，他彻夜未眠，怀念起和妻子在一起的美好时光，让他建立安全区的信念更加坚定。第2天一早，拉贝就开始规划起了安全区，然后在一整夜的搭建之后，南京安全区正式成立，成千上万的中国难民进入，这让拉贝等人的工作一度瘫痪，难民只会越来越多，粮食和过冬用品成了他们现在最大的难题。12月13日的清晨，拉贝趁着日军还没进城，不停地往安全区里运粮食、药品和毛毯。当天晚上，日军发起了总攻，守卫南京的国军大部队早已撤退，日军几乎没有遭到抵抗就进了城。他们开始清理残留的国军，在医院里，罗伯特收留了一个受伤的国军士兵，可一转眼，日本人就冲进来搜查。罗伯特用美国人的身份去跟他们周旋，但日军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。最终，不仅这名受伤的国军被杀，在给他治疗的医生和护士也都被杀害。虽然日军没有闯进安全区，但他们守在门口，不让粮食继续往里运。就算拉贝以德国人的身份去求情也不行，日本人的蛮横无理，拉贝都用日记记录了下来。为了让日本人遵守安全区的规则，以及保障普通百姓的安全，吕校长迫不得已把他们收留的153个国军士兵作为战俘交给了日本人。可日本人得寸进尺，还想带走一批女学生，并承诺明天一早就送回来。不行，他的脑袋是不是有毛病？他把我当成什么了？难道是一个妓院的老鸨吗？你会后悔的。没能带走女学生的日本军官，竟然为了报复，把他们刚调出去的战俘当场击毙。不杀战俘是两军交战的基本规则，但日本人竟为了一己私欲就干出这种事，校长震惊了。但更为震惊的还在后面。从这天起，各种烧杀抢掠在南京城里每时每刻都在发生。原本充满活力的城市，如今变成了人间地狱。